最后如果你想问我9月3号特朗普让我以直觉来研判有没有可能到访中国，我觉得现在可能性大概只有30%，最多不超过40%。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7月23号星期三在全网播出的这样一条视频。特朗普昨天在这个美国椭圆形办公室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一起接受了这个国际媒体的这个提问。那么有香港凤凰卫视的这个记者问到这个特朗普说，这个现在克里姆林宫说，这个如果你去访问北京的话，那么普京愿意跟你在北京见面，对此呢，你认为这个有没有可能？特朗普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我现在受到很多访问的邀请，我认为各种可能性都有，大意如此啊。那么首先我认为这个香港凤凰卫视这个记者提的问题非常专业，而且非常到位啊。做记者就是要如此，直截了当的点出核心新闻人物，这个挖出他心里的核心的想法。但是特朗普的回答呢，理论上是模棱两可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没有否认。但是呢，由于特朗普的他的大嘴巴的风格，所以他的这种说法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只能用来参考。我现在这个从整个逻辑的这个推理，我想大概是这样的：还原和推理。首先还原呢，过去一段时间呢，应该说中国方面确实向特朗普发出了请他9月3号来参加北京阅兵的这么一种邀请。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中国方面发出这个邀请，之前我评论过，我觉得非常的到位，也非常的巧妙。一方面既是对这个1月20号特朗普邀请中国领导人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一个回邀，同时呢，这个也是给了特朗普适度的面子，即便他不来，他至少副领导人或者副领导人以下，美国方面总归会有一个高级代表参加。那这样的话，对中美关系在今年上半年的提升，至少是一个象征乃至于一个实际意义的举动。同时第三个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9月3号今年是中国今年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全球今年整个的二战结束80周年。那么中国方面要给美国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中美是反法西斯阵营里面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过去如此，今天和未来为什么也不能如此？大家要注意到，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前几天又发布了有关中美关系的比较和缓的一些言论。同时呢，也再次回顾过去两国在共同抗击法西斯斗争当中浴血奋战，共同取得了一些成就，在的其实就是指向9月3号特朗普。当然，这是抽象的，这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关系氛围很重要。好，我想这是理论的、抽象的、象征意义上的。从实际的操作的可行性层面上，特朗普究竟有没有可能来？如果来的话，有没有可能在北京和普京见面，达成俄美之间的峰会，甚至呢达成中美峰会之余，同时也能够达成中美俄三方的峰会？我想这就实操层面现在取决于几点：第一呢，俄乌；第二是中美。第一呢，俄乌呢要看在9月3号之前，美国和俄罗斯双方在技术层面上或者在工作层面上，这个有没有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那如果那样的话呢，按照特朗普的性格，如果到北京，当然首先是应中国方面的邀请，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在国际会见的边缘，然后顺道的见一下普京，达成一些双方的共识，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就是俄乌双方必须在工作层面上已经七七八八达得差不多了，不可能像现在根本的战略共识都没有，然后让特朗普和普京在北京见面，没人没有的事情。这第一个就俄乌双方而言，我们逻辑要非常清楚。第二呢，既然是在国际会谈的边缘顺道见普京，所以呢，它的基础工程首先是中美，它是应中国的邀请到北京参加阅兵，同时呢顺访中国，有没有可能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可能性不大。但是现在毕竟才7月23号，还有1个月零10天的时间，40天还可以发生很多。这里面大概重中之重就是中美在8月12号的会谈，就是贸易的这个谈判。到底是如期达成协议呢，还是顺延呢？无论是如期达成协议还是顺延，我认为都是好事情。如期达成协议，当然皆大欢喜；顺延呢，就说明双方还愿意继续往下谈，至少也是建设性的。比较麻烦的是，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引用前天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 CNBC 独家专访当中透露的东西，所以现在美国在跟中国谈贸易问题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谈贸易问题了，而是在谈中国应该减少
对伊朗石油和俄罗斯石油的这个购买等等。那如果那样的话，问题就复杂化了。美国显然是在把这个双方的贸易谈判在武器化，在地缘战略化。那如果那样的话，显然它不可能是，至少不太可能在8月12号之前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如果顺延的话呢，要看双方这个脉络通不通。现在坦率来讲，中美关系已经不求某一点达成协议，孤立的意义上达成协议，比如说贸易啊、军事啊达成协议有意义，但对中美关系整体关系不大。中美关系现在整体的是无论从哪一点切入，贸易也好，文化也好，体育也好，甚至军事交流也好，进去以后打开的都是一扇全方位的一扇大门，看到的是一个全景式的花园。所以后面要谈的是全方位，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中美双方无论谈什么，现在都期待的不是说能获得一个终极的效果，中美之间不可能，而且阶段性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效果，现在看起来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不太可能。现在要获得的是什么呢？是路径要通，脉络要顺，逻辑要通。如果说路径和逻辑是通了，脉络是顺的话，那即便我们目前没有阶段性的暂时达到一些结果的话，至少双方还是愿意继续往下走的。中美关系如此错综复杂，未来20-30年、30-50年都是复杂的关系，你怎么可能希望8天、10天、3-5个月就能够柳暗花明取得终极成果的？不可能的。关键逻辑脉络一定要通，所以逻辑脉络通了以后，我想这个特朗普届时到访中国，至于是不是9月3号，当然最好是9月3号，如果前后也无妨。如果是9月3号，那就更加彰显了双方在当年法法西斯战线上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现在和未来应该也可以做到。所以这才是特朗普和普京见面，特朗普到访中国的一个前提。这2个前提条件成立了，那么特朗普来了中国以后，跟中国领导人可以见面，跟俄罗斯领导人在国际会谈的边缘见面，也就顺理成章。我只是跟大家分析一下这背后的逻辑脉络，当然不排除未来40天可能情况向着能够实现中美、俄美双方峰会的方向发展，但是无法实现中美俄3方的峰会。也许未来40天的发展，让我们觉得这个9月3号特朗普到访中国根本是子虚乌有，2种可能皆有。但是你先不要喷我，不要说老邱说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给你把背后的逻辑脉络梳理清楚。最后，如果你想问我9月3号特朗普让我以直觉来研判有没有可能到访中国，我觉得现在可能性大概只有30%，最多不超过40%。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